嗨，大家好，今天又是大素颜跟大家见面。是的，因为今天呢又是一期关于护肤的内容。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美容工具之Dr. Rivo 第5代的宙斯美容仪，就是这一个哦，这一个。这个美容仪真的是2018年在各大的论坛、博主，还有就是各个平台上，它真的是出尽了风头。它被誉为美容界中的爱马仕，大家纷纷宣扬说它有多么的神奇，多么的有效。再加上它自身的这个价格非常的贵，让大众觉得，哎，它是不是真的非常有效？我也没有禁住这种诱惑，于是我也出手买了一支。这支美容仪呢是日本的 Artistic 这个公司生产的，它应该针对的是一个院线的产品，就是说，你去日本的这个大商场里面，一般就是不是能买到它的，你可能要去专门的店或者专门卖电器的地方可以买到它。在国内，它主要是在这个电商的平台上进行销售，比如说某东、某宝、某书等等这样的一些电商平台，还有一些免税店，好像海南的免税店是有卖的，然后韩国是有卖的，好像是在上海的某日系百货也是有它的专柜。这支的售价差不多是在8500到9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区域内，因为在售卖这个机器的时候，它会配套一些美容的这个产品，比如说精华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介质，所以就是它打包的这个东西不同，价格有所区别。我购入这个机器是在2018年的7月左右吧，然后因为刚好当时赶上某书做什么活动，有一些优惠，我的 order。哦，是的，所以我是在6月28号的时候下的单，然后呢，我这一支是日本直邮，它加上2支精华，就是用来做美容时的涂的精华，然后还有一瓶油，它一共的价格是7308块，还蛮好的哦。所以当时呢，我就是非常果断的就买下了。单说机器呢，其实这款机器它有2个选择，一种是无钻的，这个就是无钻款；一种是带钻的。所谓的钻呢，就是这边有一圈水晶，他们 branding 自己说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如果有这片水晶，差不多要比这个无钻版就要贵1000人民币左右。所以呢，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这个无钻款，因为你又不涂脸，水晶在脸上，对不对？这款机器价格真的很高，那么它有什么厉害的点呢？它的介绍上是这么说的 ：Dr. Rivo 的 Juice 是一台家用型的多功能美容仪，是 Artistic 公司所出的 Dr. Rivo 系列美容仪的第5代产品。第5代产品，然后OK， 拥有多项的黑科技美容功能那我们来看有什么？它上面一共有5个按键，第一个按键呢是 MFIP。这个按键呢，他说，可以释放微弱电流，对皮肤进行美容院级别的面部按摩。那么我理解它是一个微电流的按摩吧，应该吧，按摩的功能。然后第2个键呢，它叫做 UP， 就是电穿孔。据说这个电穿孔呢是这款机器最厉害的地方。所以什么是电穿孔呢？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刚才 Google 了一下，所谓电穿孔呢，也叫做电转染，是通过高强度的电场作用，瞬间提高细胞的通透性，从而吸收周围介质的外源分子。好复杂的解释，听不懂。Anyway， 就是我的理解呢，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电流，然后通过它的刺激，增加你的皮肤对外界的营养物质这个吸收的能力。他自己也说，这个电穿孔功能拥有超越离子导入27倍的这个深层导入功能，可以将大分子的胶原蛋白等精华导入至皮肤。它的第3个按键叫做 EMS。它是这样说的 ：EMS 功能可促进面部肌肉的锻炼，提高肌肤细胞的活性，维持肌肤年轻化。然后它还有一个键叫做 LED。LED 光线护理拥有3种光源：绿光、黄光跟蓝光，多效合一，保证肌肤不留岁月问题。好像一种是嫩肤的，一种是消炎祛痘的，还有一种是美白的吧，应该是。还有一个按键呢，叫做 VR。VR 震动功能可以减缓电流的刺激，让你使用起来更加舒适。因为它前面这个 FFIP 还有 UP 还有 EMS 这个功能，它每一个功能都有4档的强度，所以如果就是不管你使用哪一档，然后你觉得这个皮肤非常这个刺激感非常的强，你可以打开这个 VR 功能，它可以帮你减轻这个皮肤的这个不适感。其实，在2018年有很多的这个美容仪纷纷的上市，然后比如说很有名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像林允推的那款，应该是叫 Tripolar 吧 ，Tripolar 那款射频的仪器，还有一些日系的，就是其他品牌的仪器，都是有明星在推。那为什么我会选过这样的一款呢？是因为我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是紧致跟提拉。购买之前，我觉得这一款的紧致跟提拉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然后至于就是林允推的那款 Tripolar 射频机器呢，首先
射频跟这款机器其实是没有一个可比性的，因为它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件事情。这个射频跟电穿孔的区别呢，因为我购买之前其实也跟他们这个售前服务也聊了很多。这个售前人员跟我讲，其实不管电穿孔也好，射频也好，其实它们都是一种电波，然后它们最大的区别呢是在于这个波长不同，也就是说它达到的这个深度是不同的。比如说像 Tripod 那款机器，它是通过这个射频，然后加温，然后来刺激你的这个皮下脂肪层以及胶原蛋白层，然后呢，所以用完之后你的这个皮肤就会嘭起来。我没有使用过，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在使用，他说的确用完之后，特别是刚刚使用完之后，这个效果就能看到是这样嘭起来的。但这款机器它作用层次比 Tripod 这款机器作用层次要深很多，应该直接达到你的筋膜层，所以就是说这款机器对于整个提拉的效果会是非常好的。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一试。好，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一起在我的脸上一起操作一下这款机器，我们来验证一下它的这个即时效果如何。在使用这款机器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戒指，这个戒指是它配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是屏很小，而且在脸上非常容易的干，所以每次做完一次之后就会用很多的这个精华下去。然后这个官方建议的说一定要配这个精华使用，因为他们的 concern 就是如果其他的精华里面还有其他的化学成分，会对这个金属头会产生一些腐蚀，长期就会影响这个产品的效果，以及可能会损坏它。它呢是这种外接的电源，然后呢线还蛮长的。根据它的说明书呢，它有2大护理模式，一种呢是叫做周护理，就是一周基本上做一次就可以了；一种呢做日护理，日护理呢就是每天要做一次。然后周护理的话呢是把这个 MFIP 和这个 UP 功能结合起来使用，然后这个 EMS 功能呢是日护理的一个功能。如果你今天做的这个周护理呢，其实就不必做日护理了。然后如果你今天做日护理呢，就可以不用做周护理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在我脸上试一下，我会先涂这半边脸，先涂上一些精华，脖子下面，和我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首先我要打开它第一个这个 MFIP 的这个模式。大家看打开之后，它的这个3个光源其实是同时会开的，对准这儿，然后这样沿着你的这个下颌骨这样做一个动作，然后把它这个下拉到你的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然后每个部位3下就可以了。然后它好像是隔10秒自己会哔的响一声，然后呢提醒你这个时间到。OK， 这个位置就做好了。我继续涂精华，在我的这个位置。这个精华呢，真的非常的容易干，所以就是基本上你每涂一个位置之前呢，就会需要再涂它一遍。然后再涂法令纹的这个区域。法令纹的时候呢，一定把这个苹果肌的地方先这样让出来。因为苹果肌跟它的走向是不一样的。然后说明书上没有讲特别把嘴角，因为我单独会再提一下嘴角。眼睛下方，大家注意这个眼睛下方一定要跟眼睛有一定的距离，同时呢，不要弄到你的苹果肌啊，这个感觉还是蛮强的。苹果肌。横向的一个比较轻的一个动作。OK， 好，接下来是额头。额头是一个这样纵向的动作。因为我比较喜欢这样挑眉嘛，然后那个额头中间的这个位置就会有纹路，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多放一些时间。说明书是这样说的，它要你做完这个全脸的这个MFIP 模式之后，再换到这个 UP 模式。但是呢，我今天为了让大家看一下效果，所以我就在同样的一边做完这个 MFIP， 然后做 UP 模式，大家先看这个一边脸的效果。还是涂上这个精华，在你的这个脖子的这个位置，动作是一样的，然后只不过按键就换了一个。然后呢，在你开这个 UP 模式之后，开了 UP 模式开之后呢，大家看到这个 LED 的这个光，这个光其实它是如果你按这个键，它会有不同颜色的这个光出现。我推荐大家在使用 UP 模式的时候，把它换到这个3光全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种不同光源的刺激会让你皮肤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大家注意，就是在做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拉到的地方是淋巴，而不是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甲状腺，所以呢，而且是非常脆弱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甲状腺呢，对于我们每天生活这个内分泌这个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大家不要去刺激它，一定要避开这个甲状腺的位置。
OK， 大家看我现在的脸其实基本上已经歪了，对不对？就这半边脸立刻就被提升起来，然后这半跟这半边脸相比。刚才这个 MFIP 的这个模式呢，它的感觉是那种就是电流这样一项揪你的感觉，然后这个 Up 的模式呢是那种电流就是像那种脉冲的一样的感觉，就是从弱到强这样电流这样来刺激你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3色光，建议大家不要用眼睛去直视它，对你的这个眼睛刺激是很大的。好啦，关上了。大家看我现在两边的脸，是不是这边明显比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特别是这个嘴角、法令纹以及眼角的这个位置，效果的确是及时可以看到。我现在把这边的脸也一起做完它。不要太省，因为如果你的脸上这个湿度不够的话，它其实是非常影响这个仪器的效果的，然后它这个导电性也很弱。我的这个触感还是蛮敏感的，我已经使用了半年了，目前还在1档或2档这样的一个强度。使用完毕，大家看我的脸是不是刚刚整体有了一些提升呢？然后今天呢，跟大家做这个分享，刚好我的这个精华这一瓶刚好就使用完了，还好我还有一瓶备用，因为它的精华其实并不是很好买，就是单独买的话价格也比较高，所以很多人会去找这个替代品。然后我的市面上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替代品，但是我找到了一个就是不含酒精、简单配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就是单纯当戒指，就是倩碧的一个应该是方形的一个全透明的一个补水精华。这款机器呢，其实从我买了之后，差不多使用了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我使用的是1周1次的频率，然后用的是周护理。日护理的功能，其实我尝试过1、2次之后，我并没有使用，因为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日护理的功能不够，效果不够好。或者是可能我没有坚持吧，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1周1次的周护理对我现在的状态来讲已经足够了，其实。然后日护理呢，它的操作其实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位置跟方向，但是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提拉，它是这样的一个盖章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按摩。我半年来呢，其实并没有每周在坚持使用，我基本上可能是6、7、8月是坚持使用，然后9月、10月、11月其实没有好好用，然后现在11月之后又开始继续使用。但是在我使用的这个期间，我真的觉得我的这个脸，
在提升这件事上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改善，而且长期使用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如果你使用完一次，可能明天或后天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提升的感觉其实就会消失了。但如果你每周使用一次呢，这种提升的感觉其实是可以保持的。还有呢，就是因为我当时买它的原因也是看上了它这个提拉的这个效果嘛，提拉紧致的效果。果然它不负我所望，它真的在提拉这件事上做到了我非常满意的一个效果。对于这个家用的美容仪来讲，我觉得皮肤的质感也是非常不错，就非常的柔软细致。但是对于毛孔还有这个粉刺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功效并不大。因为它这个不同颜色光其实有这个细致毛孔、消炎粉刺这样的一个功效，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光真的很弱。我不知道这么弱的光会对你的这个毛孔跟这个粉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善。Anyway， 可能我没有就是着重于这方面的使用吧。总的来说，我觉得对于一个家用的美容仪来讲，从功效上，在提拉这件事上，我觉得它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值得投资的。关于使用这款美容仪呢，还有几点我想跟大家唠叨一下，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使用心得。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不要过度使用，因为我看就是某书上有很多那个人说，就是我买来之后一周使用个2、3次，然后再加上日护理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它对你的皮肤是一种外界的刺激。如果你皮肤真的是遭到了很需要很强刺激的那个状态，那我觉得可能这样的家用美容仪其实也不会太有效。那你不如去做个医美，做个什么电波拉皮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但如果你是买来做这个日常护理的，我觉得真的建议你不要过度使用，按照它的说明书，然后根据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皮肤的反应去做一个调整就可以了。第二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血泪教训，就是如果你皮肤自身的状态不好，就是比如说你该到做周护理的时间，但是你皮肤状态不好，最近比如说你会有比如说非常干、爆皮，然后或者是连着好几天没睡好觉等等这样的一个脱水等等这样的现象出现，千万不要使用美容仪。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但是这是根据我自身的一个使用结果。就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换季的时候，我这个皮肤非常的干，然后呢就会有这种爆皮的现象出现。我只是按照我的这个固定的时间来使用它，我并没有多想，然后我就使用了一次，结果一开始起来发现皮肤的状况更糟，你知道吗？就这种外界的刺激会让你的皮肤就是更加严重的这个脱水和干以及爆皮这个现象发生。所以呢，血泪教训告诉大家，不要在你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使用任何的美容仪。血泪教训。第三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验，就是在你使用完这个美容仪和精华之后，大家会觉得啊，我这个今天的护肤做完了，可以美美的去睡个美容觉什么之类的。其实不是。还是那句话，它是一种外界的刺激，它对你的皮肤是有这个刺激性的。然后不管是它的光也好，还是它的动作也好，甚至它这个频率也好，它都会刺激到你皮肤，就是跟平常是不一样的。对于你皮肤来讲，所以在做完这个护理之后呢，我建议大家再做一次镇定，让你的皮肤能够迅速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会使用一个高保湿的一个产品，然后我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使用的是这一支费洛嘉的这个高浓度的玻尿酸保湿精华。玻尿酸大家基本上都涂过嘛，然后涂完之后很快在脸就干了，对吧？然后这一支其实也是，但是我觉得它干的速度明显的就要比其他牌子同等价格的这个玻尿酸干的速度要慢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高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然后它打开里面是这样试管的这样的一个样子，涂的还蛮多的，这样给它厚厚的一层。好了，这样我就安心了。然后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地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机器的清洁。大家看我使用完这个机器之后，它表面就是变得很，因为刚才涂了很多精华在上面，变得很糊。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使用完之后用湿的这个软的质地的这个，不管是纸巾也好，还是这个布也好，把它表面擦拭干净。然后在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加任何其他的这个清洁产品，因为它这个清洁产品会有这个腐蚀的作用，会腐蚀这个金属头，然后呢会影响它的效果，甚至损坏它。所以呢，每次使用完之后一定要把它这样清理干净再收起来。讲了这么多，那究竟这是不是一款值得购入的产品呢？这么说吧，如果你追求的效果是紧致提拉，然后呢你很懒，就是不想经常去美容院，或者说你要经常出差，你并没有很多时间往美容院跑，那么我是非常推荐你购买这样的一支产品的，因为就是它真的很方便，可以随身携带，它每一周使用10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可以帮你达到美容院的这样的一个护理的效果。但如果你追求的是苹果肌的提升，或者是毛孔的细致，或者是痘痘的消炎等等这样其他的一些的效果，那么其实我并不建议你购买这一支产品，会有其他产品会更针对你所要解决的问题。好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